OK，歡迎大家嚟睇大媽嘴一滴，對，嘴一滴。今天是August 27th，星期几啊？星期三的早上，大家早上好，打招呼。大家早上好，早上好。星期三 Wednesday 啊，俗称小周末，因为一周过了一半了，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新闻，补充元气啊！祝你在早上听到，能够过美好的一天。今天要带给大家8条新闻，还是我和王太一起。那我们一条一条来告诉大家吧。好的。第一条，通讯及数码部长法米邀请全体马来西亚人参与 National Day 国庆日庆祝活动，以增强国家团结。8月26日呢，法米在布城就发表声明，让民众一起来参与。这个为什么今天会热传呢？我想一方面今年的活动确实很多当然我也不知道往年大家可以来补充，是不是和某些人利用 Zara 事件发表说类似 No National Day 也有关系但总之我觉得这是大马的一个大喜的日子像我们也很想要去参与去看一下，对吧？对，好像听说这2天，因为我们家离 Putrajaya 比较近嘛，很近。我们有一些观众也跟我们讲，Putrajaya 好像早上的要连续大概5-6天，早上到中午的这个时间段，所有的航班都要停飞。哦哟，影响还很大。好像就是我猜就是那个无人机表演的彩排吧。那倒是因为是有低空飞行嘛。那我了解了一下整个我们上回也讲过在Putrajaya，在整个吉隆坡，整个大马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其中最不容错过的，王太我就很想去的是8月31日早上在布城举行的国庆游行 National Day Parade。那天我们也分享过，有1.4万名参与者然后军警、NGO 组织、学生要沿2.1公里的路线来游行，有78辆车、7个花车，上次还讲到有116只动物嘛。然后当然那个我们的阿公还有军乐队表演LED 屏有很多很多。不过这一次呢，我就特地去了解，我上回不说为什么还有动物嘛？这很好玩的一个事情呢。那我们大概了解呢，这个动物有像马、牛、鸟类它其实说也是代表了马来西亚的多元生态呼应马来西亚马蒂尼这个主题，马蒂尼突出人和自然和谐，因为我们这个马蒂尼本来就是昌明大马嘛，就是有这个其中有一个字就是和谐的因素动物表演呢2010年起就偶然就会出现了，今年的规模是比较大的，所以国家公园局好像挺忙的。那是真不容易这么多人的游行。但是我觉得他们整个国庆庆典我们作为中国人来看的话，就是这还是欢乐松弛为主对吧？很欢乐。因为像我们国家的一些国庆日的话，什么阅兵都是要提前1年，这些阅兵的参与者就要严阵以待，开始没日没夜的这样的一个彩排训练。是每隔5年就会有阅兵这种事情。那我觉得大家还是以欢乐庆祝嘛，对吧？所以这种氛围是很好的。而且呢，值得注意的是还有免费巴士，有100辆从KL然后Shah Alam苏邦各个地方过去，大家需要提前上网站登记。对，另外还有一种我们其实可以车停在那里，叫水上出租车，有6艘船从Putrajaya Marina 出发，20分钟一班，客满是300个人每小时，然后票价只要5块钱就可以开过去。而且我这个试过吧？我这个真的从来没听说过水上 taxi。然后我好像知道他们 MRT 也是国庆庆典这几天好像是会到凌晨都会延长时间，对吧？是的。好的，蛮好的，这是一个欢乐的氛围那第2条，大家又看到2位非常庄严的都是苏丹。那你也跟我提到过这条新闻，这个我们要带给大家的是 Malay Mail 告诉我们，马来西亚的阿公接见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伯基亚，开启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加强2国邦谊。8月25日呢，苏丹抵达了吉隆坡，受到国王的接见，26号到28号就计划举行双边会谈和文化的交流。这里呢，因为我知道文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王太，你对文莱知道多少我们来补充一些
无用的啊，或许是有用的哦，各种冷知识，就富得流油的低调的很富低调的国家，而且他对教育还是非常重视的。对好像你孩子如果是读书的料的话，国家会一直资助到你这个去读大学，对吧？就大家这是幸福的、富的，好像不得不躺平了，有这种感觉哈，是吧？其实呢，我们也了解1888年开始，文莱也是英国的一个保护国，它其实一直要到1984年1月1日才从英国独立。那么41年到45年二战期间呢，日本占领文莱，有个比较大的事情，就是日本退军的时候就焚烧它的油田，因为你知道，像文莱到现在90%就是要靠油的这个出口来赚取它主要的 GDP 的。那它后来又重建。1963年的时候呢，其实有个事情，就是文莱拒绝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导致两国关系是有些紧张的。同年爆发印尼、马来西亚的这个对抗，文莱也受到一些波及。那么现在2010年两国解决2003年起又有的一些海域边界的争端，同意共同开发海上油区促进合作。这也是一个应该说对双方都有很好的事情，双方的贸易额达到了将近30亿美元，文莱成为马来西亚第26大贸易国。其实文莱经济就像你讲的话非常厉害，它是人均 GDP 全球前10。这更有意思的是，它的经济的自由度有67分，也是不错 ，GDP 还有3.5%的增长，也是相对多元。那边也有华裔的。对对的，文莱这个它的人均 GDP 超过5万美元，就是天然的这个很富，但它以前不是的，以前也没有说非常富有，就是发现和开采，然后再进一步利用好石油以后呢，那这给国家带回了这个财富，并且它的人类发展指数，其实大马达尼的7大指标也一直看这个人类发展指数 HDI 的嘛，我们一直讲的文莱 HDI 在东南亚你知道吗？仅次于新加坡。这个指数其实就看3样东西：教育，然后国家的 GDP 的收入，还有医疗。那它第几名呢？我不知道，它仅次于新加坡，我想应该是很好的。新加坡应该是绿色的，应该是非常高度发达的一个状态。知道马来西亚是67名，然后中国是78名。对，但我印象中马来西亚常年应该是在 HDI 排名应该算是高度发达的，是比较好的，对吧？对，它几乎不借钱哈，债务只占 GDP 的2.4%，人口50万。更有意思的，我说，我天方夜谭，我想如果文莱我们也要去办一个这个长期签证，有没有要投资大概150万令吉，还要雇人？可是人家都不工作啊，你说怎么雇人啊？提供5到10年的可居住的权限，60岁以上的退休人员每月要有5000文莱元，就大概1.5万令吉，他能够给你提供5年的居留权的，还是这样的一些东西。好，那接下来一条我们和大家一起要来看一条是什么新闻呢？这个我们就快来看主要呢是说警察呢寻求国际的警方的协作，就国际刑警Interpol 介入来调查一名外国人，现在还不知道是哪国人，这个我们可以持续追踪，因为这条其实是关于拉菲兹他的孩子吧，应该是遇袭，他的妻子呢受到威胁，他是前经济部长嘛，他原先和安华是一个师徒关系，那么后来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他也就从经济部长上退下来了。我其实还看到当今大马有报道他最近呢先是小孩遇袭被人针刺，然后呢受到威胁的短信他们家人说这个如果不闭嘴那就是后果或者怎么样布吉尔曼介入调查，但他好像最近在当今大马又爆出说，安华的前政治秘书，他说很多这个内幕的政治安排都是由他来的，他已经形成了一个叫黑人帮什么，就公开跟他撕裂了，对方也在告他，这个事情就还在推进之中。那作为政治比较重要的一个新闻，我们只能把事实部分梳理给大家，就不做这个毫无意义的解读了。那好，我们来看这一条新闻，我觉得这个是挺关心的，因为我们家也有小孩这个很多家人都有小孩子。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就是教育部长法德琳娜西迪克承诺对雪兰莪一所学校发生的坠落事故进行彻底调查，以确保学生安全。
8月25号呢，学校雪兰莪的一所学校发生学生的坠落事件，伤情未明，所以教育部长指示呢要彻查。王太，这条新闻你有大概关注过吗？对，我打开看了一下，就是这个还是就是时间上来说也是凌晨3点多的时候，就是从这个雪兰莪州的一个学校的宿舍，然后就有这个就有同学从上面这个坠落之后是20分钟的时间把他送到了松来 Bloom 是吗？松来 Bloom 那个医院里面，然后进行了这个抢救，他有多处的这个伤然后送到医院之后，学校这边开始通知家长。那我看到就是说让我非常怎么说震惊就是马来西亚的教育部的部长，还有他们一个应该是也是比较高的这个高官，是一个男士，一个博士 ，Director General，就是他甚至都本人到医院里面去探视了这个学生。然后这位 Director General 甚至他是公开的，就是表达了说这件事情整个教育界都非常的震惊，也非常的这个saddened， 就是感到非常的痛心，痛心。对，就是你会发现说，出了这个事情之后，就竟然有这么高级别的官员会亲赴医院去看望这个学生，还有他们这个家长。甚至就是公开去表达说这个事情很惋惜。然后今天那个教育部长就是你刚刚说到这位女士，她自己的 Facebook 上面也是发表了这个长文嘛。这个长文当中除了说是列出了这个明确的这个 action plan， 它是就是说要集中所有的力量把这个事情都查清楚，并且呢也是强调说会往这个学生是不是有打架和霸凌的这个方向去调查。这倒是。他特别就是指出了这一点。那我也就联想到前2天其实我有看到 Facebook 上面的一些这个帖子其实因为 Zara 的事件，马来人在这一周的在上一周的时候就有2波团体进行了抗议，要求这个教育部部长下台。所以他其实面临很大的压力。再说因为 Zara 的事件，我也看集中的在报道，这个就有这种效应就突然马太效应吧，就大家会比较多集中的在报道学生霸凌事件，各个部门相应的都会出来发声和进行一些强调。那你说学生坠落，这是比较重大的安全事故，其实我想家长的心都会被牵动的，也有可能会对他造成这个一些影响，所以他及时的去看望学生，然后要把这个老旧校舍的这个修缮进行下去，这个是必须的。那我也查了一下，雪兰莪学生密度呢是最高的，像你刚刚讲的有50万学生。还让我震惊的是什么？老旧校舍，就我们这里要修缮的。他说什么叫老旧校舍？50年以上70几年的这个校舍占到全国的30%，都在雪兰莪。而政府呢，其实在2023年启动了一个全国校舍安全的评估，然后呢是识别出老旧校舍其实就是说它这里是有法律定义的。那到2024年6月份的政府拨款了5亿令吉，就用于校舍的维修和安全的升级。只不过呢，到目前它的进展还不是很快，只有30%的完成了维修，就1年30%。那么剩余的半年说要加快完成到50%，都把它给修缮完成这种结构修复、加强抗震等等。再说你像最近有地震，如果不巧这个事故连发，那你可以想象这个学校这个安全的责任应该说也还是有的，所以确实要去做这个事情。只不过让你震惊的是高官也过来那这个是民主国家的做法，我们都会感到很陌生和不可思议，是吧？是的，你的意思是这个学生所在的这个校舍也是同样一个比较老旧的校舍？老旧校舍嘛，那学校也在进行安装监控摄像头、紧急出口，给师生提供地震的演练等等。那我当然是说，学生是一个国家的未来他们的安全应该要得到国家的照顾和保障，也希望我们后面会看到一些这个更新。这个你还有了解到一些什么吗？这件事情这个就基本上就是这一点了。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上海人，而且因为我们小孩本身要深入的在上海的那个中学嘛，几乎是每年都有学生跳楼自杀的嘛。其实我们对比以前他们这些处理方式跟现在这个非常及时的，我们不管说以前他们是怎么样，但至少从上个月那件事情出来之后，我们看到这个高官教育部的高官他在亲自
亲自去过问这件事情，亲自去参与的话，我觉得这个真的还是跟我们印象当中熟悉的那个方式完全不一样。我感觉是非常的怎么说羡慕啊。好的，那我们也没有机会再做学生了，但是小孩子在这里念书，应该可以感到更加放心嘛。真的羡慕。好，那我们来看啊，第6条新闻。它讲的呢，实际上是关于清洁能源的。这个新闻呢，是能源及自然资源部长法迪拉，就上回说河流已经有4%的污染啊，他在釜山举行的清洁能源部长会议 CEM16 和创新部长会议 MI10 上面重申马来西亚清洁能源的承诺。哎呦，这个新闻看多了，真的是可以串起来啊！它呢，主要是做了一个什么承诺？说到2035年，可再生能源要占能源比重50%，这是马来西亚的清洁能源的目标。这个事情王才你怎么看啊？你知道吗？我本来不知道，因为我知道大马还是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个汽油。你看 Petronas 啊，这么大型的集团，对吧？大马的电动车推行相对也比较慢。我知道要转型，但转型不容易啊。最近也在说要向清洁能源转型，可是对这些大量贡献大马经济的大型的这个企业，有可能又会带来很大的影响，肯定会有阵痛的。王太你怎么看啊？我看到新闻报道里面好像是说，在2050年是要 targeting 70%哦，比你刚刚说到的50%那个数字还要高哎。对，我们说是2035年嘛，等到2050年确实要达到70%的叫净零排放。那么它整个电网啊、国家能源啊都要有各种各样的转型。大马过去几年，2023年开始也已经定义了从化石燃料向清洁能源转变的一些框架。最近我看也有很多新闻在提到这些事情。我在马来西亚观察，我就是觉得太阳能的利用的程度和普及率还不是很高。我这样说的主要是2大原因。第一个，我观察路边的话，屋顶上面有太阳能板的这样一些建筑是相对比较少的，特别是路过一些工厂的话，就看到的也是比较少。那这相对于我以前所服务的东家，我是负责这个 APAC 区域的，我所在管理区域的这个印度啊，然后还有包括中国内地啊，还有澳大利亚。我们的工厂都在进行这个太阳能板的这个加装，就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一个事业，因为对于企业来说的话，他们装太阳能板除了这个电可以由这个自给自足之外，其实我们我以前的东家改装太阳能板，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已经年久失修了，这个屋顶已经漏雨了。其实装上这个太阳能板是不要钱的。OK， 为什么不要钱啊？因为这些太阳能公司，比如说印度的那个 Total Energy， 他们都是免费给你安装的。因为你用不掉的电，它也是会自己去收购回去，然后再去卖给其他人。所以就是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太阳能的这个可持续再生能源的一个经济模式。所以我想，既然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数字化的 KPI。也许就是这样的一个清洁能源行业，接下来会井喷式的发展。我倒是在考虑相反的这个另外一面啊，一个呢是我之前认识一个在 UPM 的博士生，他是念社会学和经济学的，他做的研究啊，就是说在股市中这个 ESG 这个部分，它带来的成本过高，他甚至觉得在大马没有必要去推行 ESG，就这些安全啊、环保啊。这样的一些课题。另外呢，你看呢，在大马说要清洁能源，要实现净零排放这个路去走的过程中，你看美国特朗普上台以后，他是很扶持石油产业的，他是不太喜欢这个绿色能源，所以他说 drill baby drill 嘛，那到底这个路分野在哪里？怎么走？什么适合大马？也让大家多做一些思考啊。我其实同意他的这个说法。我觉得现在马来西亚的上市公司，因为我有的时候去看他们的这个 prospectus，然后 annual report 里面，我发现他们大量的这个 ESG 的章节，但是千篇一律，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公司能够写的东西是一模一样，应付一下。对，我感觉这就是一个比较形式主义的一个做法，是很可惜，我觉得。好，那么来听听看啊，大家的这个一些思考是什么？
我们看到第6条新闻啊，是要告诉我们，一位工程专家表示，自2019年开始啊，这个建造的政府建筑都具备抗震能力，增强公共安全，也请大家放心。因为2019年呢，政府修订了建筑规范，引入抗震的标准。2025年8月25日呢，专家就在媒体上发声啊，相关数据呢，在公共工程部啊 JKR 这个部门是可以查到的。马来西亚虽然呢并非地震的高发区，但临近这个环太平洋地震带，你看到印尼啊就很多了，所以2019年这个规范就更新了，针对这些潜在风险。我想这也是针对啊前一天晚上同时在柔佛的2个地震啊，那么会有更多的人去关心我们的建筑，这些政府建筑是否安全。那么这个就是给到大家的一些补充和信息。这条我也看了，就我觉得对我们来说的话，可能租房一族或者说是买房一族，2019年之后去设计，然后就是竣工，可能要在2020年、21年之后，可能是比较安全，因为这里面就是正式把抗震的这样一个设计是列入到这个建筑设计这个当中去了，因为这个的 triggering 的 event 是2015年，好像是在马来西亚应该是东马发生的一起这个地震，那个损失是比较大。当然就对我们来说的话，可能是尽量租新一点的这个公寓，或者买新一点的这个公寓比较安全一点。如果是自住或者是投资的话，我都建议是这个样子。但是就这篇文章的底部啊，这个抗震专家也说了，就马来西亚的这个建筑，它并没有包含这个抗震设计。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天生的缺陷，因为历史还有数据，还有包括它的地理位置，就证明了它本身就是一个地震是低发地带，是没有必要引起这样一个很大的焦虑和惊慌。因为抗震并不是一个很古早的课题嘛，所以之前的标准它一定也会考虑到有没有必要添加进来。那我们呢是从中国过来，有些事情啊是真的讲外国人看更客观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比较，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就我们到了大马租了这个房子啊住下来，其实我跟王太都有个感受，就真的是大马的建筑标准就很高。怎么讲啊？就很多人说房子就是这样建造啊，很多人只知道中国给的是毛坯房哈，你就自己进去装修。我们大马有个简单的装修远不是这么简单啊。像我们住进来就会有方方面面的感受。首先它配备的 facility 都不一样，像健身房、游泳池在 condo 里面都会有。像屋子的话，已经大马阳光很好了，往往这个卧室啊、客厅啊都有大片的这个落地窗，这是非常常见的。在走廊中非常通风，有这种这个一大块有光照和通风的这个镂空啊，你可以做到很好。然后这个屋子隔音，这个也是很好的，几乎很难听到上下的这个声音。它的这个我不知道防热啊等等，我是觉得这个建筑的质量啊和它所的这个标准物业配备的这些就更不用说了，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啊。像我们就是可以比较明确的感受到，我以前还去搜，那大马建筑标准规范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啊？可惜我还没有搜到啊，这以前也去搜过。好，我们来关注第7条新闻。首相安华敦促政府关联投资公司称为叫 GLIC 是和政府关联的它的定义就是这样。这些公司呢能够去增加投资来缩小数字鸿沟 Digital Divide。怎么讲呢？安华在8月25日的经济会议上发表讲话那么像农村的宽带4G、5G 的建设被要求这些政府关联公司要去加大投资，还有像光纤，总之呢要去缩小数字鸿沟大家都认为是一个很好的政策。因为也是从2021年开始我们之前一直提到的 My Digital 的蓝图就设定了数字经济要为大马贡献 25.5% 的目标。2022年数字经济贡献的占 GDP 23%，然后数据中心的扩张也启动。你看这么多的谷歌、微软、亚马逊，他们把数据中心放过来，那么本土就可以如果可以使用这些资源去发展数位经济呢，显然是很好的这个2024年呢，已经批准数字投资1636亿令吉 ，GLIC 这些公司呢承诺1200亿令吉的 DDI， 就国内的投资。
当然数位经济啊，除了和数据中心相关啊，其他就是电商经济了。那我们也看到电商经济从前2年开始确实是在蓬勃快速的发展，也是大马也是东南亚一个比较主要的很多人都会过来，很多中国网红也会过来来投资和发展。这个景象呢不敢想象哈，但是这个25.5%的巴仙啊，意味着要带来4080亿令吉的 GDP， 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是大马数字化的一个未来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一条新闻啊，这个呢比较有意思，它讲的是一些外劳的，然后它这条你有了解吗？这条是查了一下，非常震惊的知道说，为什么说震惊啊？没有想到马来西亚外劳人数最多的竟然是孟加拉。孟加拉国它的整个的外劳代表了这个37%这样一个巨大的比例，它的总数是有80多万。当然，这条新闻背后更让我震惊的是这些数据的公布啊，就是因为马来西亚它的有很多的政党，是因为其中有一个政党向这个相关的这个劳动部门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询问，这些数据的披露就是在这个询问过程当中向社会公众公开的。所以这种公开信息的方式是我以前没有学习到过的，所以我觉得很新鲜。是，37%来自于孟加拉啊，但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大马也应该要感谢他们。你看啊，大家把他们称为叫3D 行业，就是3个 D 开头的脏、危险、困难，都是由他们来做的。那它占了37%，是80-90万人，意味着外国总劳工是250万人，这也是根据 Home Ministry 2024年的报告。不过我个人啊，也有些人讲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非法劳工，其实我个人预计这里面的数字是很大的，因为大马整体生活的外国人，在 DOSM 的预估是280万，如果没有记错，占9%。那你看，劳工就250万人，还有人说中国人有20-30万，所以这里面数据啊加起来会显然的大于统计，那么一定有一些人是非法的，但我们这个也不知道哈。但他这条新闻啊，原始他是希望来公布这个数据，是想要说明一些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刚刚有提到是人民公正党的这样一个叫哈桑卡里姆先生，他是向内政部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询问。对，他当时提出的要求是希望能够得到2022年和2023年引入马来西亚的孟加拉国工人的总数，持有效工作许可证的工人、无证工人以及被遣返工人的数量。那这篇新闻报道里面把这些数字全部都公布了出来，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孟加拉国它的这些外劳啊，基本上就你说的这个3D 啊，它就是 low skill 的，就是技能比较低下的这样一个，就是属于纯劳力的，可能这样一个比较辛苦的这些劳工。所以就是像你所说的，就是马来西亚的那个我们看到这个繁荣的经济之下的话，这个外劳是提供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辛劳的工作。而且啊，真的很多新闻，慢慢我们会发现各个部门做的事情关联在大马的昌明大马大的目标之下，有些都会连接起来。你看政府在财政可能总体 GDP 增长会受到一些影响，有些福利在加，有些福利在减，然后我们昨天有报的零工经济要给他们的一些福利和保证，我还记得我们那个观众提醒我们说，对，王太我们之前也知道说，即便是外劳他到你这边工作，你也要慢慢给他加上 EPF 3%还是多少，对吧？那这里面会不会又有一些和财务相关的事情我们也不知道。那等到之后事情的发展，我们再一起来看。对，好这个是今天小周末周三带给大家的新闻，还是祝您度过美好快乐的一天。如果喜欢的话呢，这是我们新的形式告诉我们您的感想，欢迎转发、订阅、点赞、打赏，最好呢到我们的网站看一下，来开启 Lovely 的一天，把我们的新闻转给那些还不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朋友看一看。谢谢大家，明天再见。再见。